我是空姐，看得出来吧？好，这都不算什么。我刚开始讲单口的时候，我是那一组唯一一个女演员。那个时候主持人介绍我说，接下来上场的是位女演员。观众说啊，主持人说没对，垫了一句，她还是个空姐。观众啊，我一上场，观众啊，其中有个大哥噌的一下站起来。看过，这个婆娘一看就是春秋航空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别这样，每个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各有各的美，知道吧？这都算了，就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反应。前段时间我去看医生，因为腰不好嘛，我一进去那个医生的诊室，有2个老头躺在那个地方针灸。当时医生看了我那个片之后，觉得我非常的严重。他说：“干什么工作的这么年轻，腰伤那么严重？”我不好意思说我是空姐，我怕2个老头站起来笑我。我忍了一下，他要给我开脾气，他说：“你快点干什么的？”我说：“医生你，我高空作业。”我刚刚一说完，医生手上的笔都放下了。天哪！哎！看到没有？高空作业，妹妹。我说你说呀，他说现在像你这么年轻，开塔吊的还是少了哈。哎呀，确实我跟大家想象中的空姐不一样。我是体育生，原来是定向越野大赛冠军，国家2级运动员。怎么当上空姐的？完全是因为那段时间训练太累了，我不想跑了。我刚好碰到了空姐面试的招聘，我就报名了。拿到面试通知单那一刻，特别开心，拿着单子去找我教练请假了。我说：“教练，我不跑了，我要当空姐了。”我教练拿过我的单子，天哪，空姐！你去嘛，你当了空姐，老子给你买架飞机。当天面试的时候，我分到的那一组堪称当天面试的死亡之组。什么意思？条件太好了，因为我们那天所有人都分成7个人一组，最多就是7选2，有些甚至一组全部淘汰掉。我一进去我们那一组，不要说7选2了，我进去我都选了4个了。太好看了。第一个女孩净身高174，新疆人，对吧？我刚进去跟她对视那一眼，我就说这个空姐你当我不当了。特别好看，漂亮到哪种地步？当天我们要求是穿短袖，裸露部位不能有任何明显的疤痕。当时面试官问她：“你手臂上这道疤是怎么回事？”她说：“哦，这个是胎记。”面试官说：“哦，胎记，我觉得胎记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应该会淡掉吧？胎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淡掉。”他在想什么？又不是爱情。而且我这个时候已经明显感觉到第2个女孩子的跃跃欲试了，已经迫不及待，她该踏的时候一个箭步上前，老师好，我是2号，身高171，特长拉丁，咵，她就甩了一个胯出去，就这么快，这个胯都感觉甩到了对面3位面试官的桌子上放着了，目光如炬盯着对面的面试官，好像在说：“你们不给我过这个胯，我就收不回来哦。”面试官哪里见到过速度这么快的胯，对吧？他说：“哦，挺不错的，挺不错的。那个同学可以到旁边冷静一下吗？我们后面毕竟还有那么多选手。”他说：“可以啊。”他这样送着胯就到旁边去了，好灵活，太优秀了。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明显感觉到，因为可能是面试官已经看到了太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女孩了，到我这已经明显没有什么耐心了。我刚刚上前一步准备开口的时候，他直接打断了我说：“等一下。”你基本条件我们已经看了，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你有没有什么特长？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。
我当时冷笑，我说特长，哼，这个地方不够我起跑。如果老师想看的话，可以放我下去跑给大家看。哦，3位老师是不是不知道怎么评判跑得快与不快是吧？没有关系，这样，3位你们现在从中随机挑选1位下去，我让他50米，我把他抓到，你们让我过，可以吗？当时其中有个面试官，你跑吗？我不跑了，累了，你先出去等一下吧。我说稳了。过了一会儿出来通知我过了，我说过了。我说老师，老师啊，我究竟是哪方面勾引了你们3位选择了我？老师说，哦，我们今天面试了1天了，确实没有看到过跑得快的空姐。你要跑得快的空姐干嘛？后来上了班才知道，个别旅客啊，极个别，他上了飞机以后，他认为空姐是住在行李架里面的。怎么说？就只要他一按呼唤铃，所有空姐必须像氧气面罩一样快速掉在他面前说：“怎么了？”对吧？有一次我还在工作间准备，突然呼唤铃就响了。你们也知道，练体育的听不了发令枪。我当时一下冲去在他面前，怎么了，旅客？好快！我开心极了。觉得自己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，转过头看了一眼我同事在门口胯只甩了一半。我完全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想象不到我当空姐的样子，因为这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刻板印象确实太多了，对吧？很多电视短剧里面拍的空姐就是这样，穿着短裙、丝袜、高跟鞋，拖着一个飞行箱在那个候机楼走过去走过来的，对吧？都是这样。完全不是这样的，而且我当了空姐之后非常不能理解，为什么我们在那么复杂的高空环境下工作还要穿短裙、丝袜、高跟鞋，就不能穿裤子吗？对吧？我当时问过我的老师，其中得到的一个答案，他就是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，他说穿裤子的话，可能有些旅客会觉得不舒适，不舒适是因为空姐穿裤子，你把飞机上那个拥挤的座位全部给它换成床。空姐穿着盔甲站在他面前，他都会不会觉得不舒适？睡着了看不见，巴卡巴卡，看不见。而且丝袜这个东西真的很不方便，真的，在这个职业里，我不知道它的作用在哪里。从舒适度和安全的角度来讲，都达不到，不保暖还掉裆，穿过的都知道，对吧？有些质量不好的非常恼火，哪怕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博尔特，这身装扮参加奥运会，对吧？过去各位，预备，砰！啪！撞线那一刻，博尔特100米成绩58秒69，没有破纪录，破了2双丝袜。而且，如果飞机遇到紧急情况着火了，真的需要撤离旅客的时候，我们撤离的最后一步，所有乘务员需要脱掉自己的丝袜，因为丝袜的材质在这种环境下非常容易起火。你不是知道它不安全吗？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，还要花时间去脱丝袜，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穿？你哪怕给我穿一条厚一点的牛仔裤，起火的时候，我甚至可以把它一屁股坐灭。真的。遇到紧急情况，这个说着火了，我说火在哪？我一屁股坐过去，我的同事拿着我灭火器来，火在哪里？我说火在当下。所以真的，对吧？所以空姐穿裤装，真的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吗？今天我刚好穿了裤子，我想拜托大家跟我在一起感受一下。尊敬的各位旅客，晚上好。我代表全体机组成员再次感谢您选乘本次航班，我们愿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愉快而舒适的旅程。我是本次航班乘务长希哈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谢。哎呀，节目都看了吗？好不好看？我也觉得节目非常好看啊，真的看得我激情澎湃的。那节目播出之后，我的生活也发生很多变化，就是收到了非常多的私信，我都有看，因为在座的应该有给我发过的吧？有。有一些很多啊，有很爱我的，表达了一些对我的喜欢，我非常开心。但看到一些也不好看的，有骂我的。我一天在家里，我就坐在沙发上，我就读私信。哎，其中有一条我就读得非常大声，我就在那读，我说：嘻哈，你没有教养，你说话声音太大。我都还没有任何反应，我爸从书房冲出来，谁说你声音大？我都吓一跳，我爸说你没有话筒，我都听不见。我在那个沙发上掏耳朵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私信真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，真的。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嘛，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我的爸爸啊，我的爸爸是一位人民教师啊，很多人听到这个职业就会很惊叹，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惊叹，就怎么说？我有多不像空姐，他就有多不像老师。真的记忆非常深刻的是，有一次小学我在被同学欺负，剪我的头发，我就还手嘛，我们两个人就互殴起来，结果就请家长了。对方家长一来，来势汹汹的直接问我爸：“你怎么教育的？”我爸说：“谁让你孩子剪我女儿的头发？”对方家长直接说：“剪你女儿头发，她又不痛。”我爸在说：“谁说不痛？她头发都死了，你看不见吗？”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，抓着我剩下的发，你看，还有谁没死透的还在哭？对方家长都惊呆了，没有想到我爸会共情头发，然后转过来回过神来，突然对他说了一句：“听说你还是老师，你怎么教育的他？”我爸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当时他就叹了一口气，走出门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进来了，抬手看了一眼手表，对那个家长说：“哈哈，5点半了，老子下班了。”现在老子只是一个父亲。哎，真的很酷，对吧？当时对方家长说：“你燃什么？”我爸说：“我现在就把你儿子头发剃了，反正他也不会痛。”对方家长拖着小孩就跑了。我当时站在那觉得我爸好帅，我说：“我爸上班是李老师，下班是理发师。”而且那一次事情过了之后嘛，我就一直很想感谢他，就总想为他做点什么。就有一次放学回家了，我就乖乖在家把他的拖鞋摆好等他回家，但家里的小狗老是跑过去把鞋弄乱嘛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摆了好多次没有耐心了，最后就用502把他拖鞋粘好固定。爸爸回家一开门，看到门口摆着整整齐齐的拖鞋，热泪盈眶。穿上去的那一刻，欣慰的笑了。迈出去的第一步，门牙断了。他艰难的爬起来，开始张着血盆大口开始追我，特别像个密室的 NPC， 你知道吗？我俩隔着茶几在那周旋，眼看我马上就要被爸爸抓住了，我爷爷突然从房间里出来，对我张开双臂说：“过来，不要怕。”我一下扑进爷爷的怀里，那一瞬间安全感爆棚。1秒钟之后，我爷爷把我转了一个方向，对我爸说：“快点，抓住了，来！”但真的，尽管我那么调皮啊，我爸爸和我妈妈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事情。当年就是一意孤行的去当空姐，他们也很支持，也很开心。然后有一次他们去旅游的时候，就偷偷买了我飞的那一班航班，没有跟我说。我当时在飞机上看到我爸爸那一刻，我都吓到了。我爸给我眨了一下眼睛。我不敢说话，那个时候我刚飞，我太小了，我就回到工作间。起飞之后，他就找我要了一杯橙汁儿，我送到他手里，转身还没有走2步，突然就听到我爸用巨大的声音在客舱朗诵。他喝了一口，他说：“啊，好甜呐！”天哪，这个公司的橙汁太好喝了！这个空姐妹妹服务太好了，我以后只坐这个公司的飞机。当时
时周围旅客都盯着我爸爸，以为橙汁的供应商来了。早知道他这么能广播，我就该给他统一春福焙茶。啊！我爸一拿着就这个牌子的茶太好喝了，3重焙火，口口生香，我以后只喝这个牌子的无糖茶。哎呀，没有想到我爸居然可以接商务了，真的。但记得这个就是小学的时候啊，但我这个性格，当时我们班上有个老师就会特别的针对我，他觉得女孩不应该这个性格，然后课堂上无论谁讲话，他都会认为是我，也不听我解释，直接让我滚到外面去站。我就特别不喜欢他。有一次他考试，我就故意交白卷，我想气死他。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自信啊，可能我爸的比他先气死。老师让我把卷子带回家给我爸签字，我不敢，我就拿回家模仿我爸签字，最后还是被发现了。我爸爸过来直接把卷子拍在桌子上说滚过来，我当时就跪下了。我一边跪一边滚，就前滚翻。我边滚边承认我的所有错误，我说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气老师，再也不故意交白卷，再也不骗人了。因为这么翻滚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错误都主动承认完了。我爸低头看着我说：“你刚刚说的那些，我都能理解你，我不怪你，因为是你的老师针对你，你委屈，我都理解你。”我当时抬头盯着他，那么理解我，为什么让我滚呢？我不理解。我爸说：“呵呵，不理解是吧？我叫什么？”我当时抬头看了一眼我面前这个男人，我觉得又熟悉又陌生。我说你叫什么？他说站起来，把我的名字大声读出来。我说李学军，木子李，学习的学，军人的军。我爸说来，过来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写的什么字。我一过去，卷子上洋洋洒洒3个大字：李学车。我爸说，我学车，我学什么车？你把我那个军字上面的兔宝盖给我掀到哪去了？学敞篷车。啊！怪不得我到你学校去，你们老师都喊我居哥。滚进去，把我的名字抄100遍。我当时就很不服嘛，抄的时候在100个学军里面藏了3个学车。后来那天加起来，我一共抄了400遍。前段时间朋友去我家啊，就跟我爸爸聊天嘛，就开始聊，就说叔叔，其实你不知道，其实我们一直都很羡慕嘻哈有您这样一个这么有趣又好的爸爸。我爸当时在旁边挺不好意思说，哪里好了？这不是一个爸爸正常该有的样子吗？我朋友听完，当时在旁边就说，嗓门确实挺大的。其实这次来之前，我压力也蛮大嘛，因为看了那么多不好的评论，加上又是半决赛。然后爸爸走之前跟我说：“你好好讲，不要去管那些不好的评论，有我和妈妈，你什么都不要怕。”我当时转过去盯着我爸爸，我说：“爸爸，原来你可以小声讲话。”我爸当时说：“当然啦，因为最好的脾气要留给你和妈妈。”谢谢爸爸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嘻哈。谢谢嘻哈的表演，喜欢嘻哈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倒计时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嘻哈，谢谢。哎呀，真的，这个听完这一篇就知道嘻哈之前那些性格、那些状态都是怎么来的了哈。我听说这个读稿会的时候，给这个我们的编剧演员都弄崩溃了，说怎么脱口秀行业有这么好的原生家庭。潇潇也是看的这个一直在鼓掌，一直在笑，是不是？我记得你也是第一个拍的。对，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能感受到嘻哈的能量，然后我就是看完他，很想跟他做朋友的感觉。好，对。然后我也有看嘻哈之前的几期节目嘛，然后就是你也就是发了很多这种尖锐的话，对也不是，但是你发的这些声，就是大家都真的有听到。然后我也有看到很多，就是比如说航空公司或者什么的，也会就是有改善，比如说不穿高跟鞋了什么的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谢谢你的勇敢，谢谢，应该。
特别让人感动，就是家里特别好也能说脱口秀。怎么有那么一点点羡慕呢？没有，我倒还行。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，看照自己的家里人，也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十全十美的，但就是这些优点和缺点才造就了现在的我们，所以特别开心。然后我觉得以后还是得让那个伯伯多上那个飞机上多发声去。咱们现在发声不管用，他上去一说就管用，而且他还是一个细嗅蔷薇的人，在100个学军当中还是发现了3个学车，要不然不能又多写300遍。你也不能恨你爷爷吧，因为你爷爷一看表过5点半了，他说老子现在也只是一个父亲。对，真的，我爷爷奶奶爸爸都是老师，然后但他们都不是那种大家印象中的，然后从小也不会用教师子女这4个字，很多就会觉得你老师小孩你就应该怎么，他们都没管我，就挺让我自由的那种感觉。非常让人羡慕，特别好。谢谢。其实我觉得今天嘻哈的这一段让我感觉到的是活灵活现的，而且你讲出了大家心目中想要的父亲的样子。为什么你今天可以有这个能力？其实是一路以来我觉得家庭的氛围给予你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鼓励，然后以及培养出来的。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父亲或者是一个好的长辈，他要有一种能力，就是让我们敢跟他说真话的能力。我觉得你们的父女关系的这个相处方式，让我觉得非常的羡慕啊！谢谢。有一个词叫做本自具足，他就说一个人生来其实你该有的东西自己都有。就是我觉得嘻哈这个人呢，就是一个本自具足的具象化的表现，就是本来你什么都有，我充分的做自己就好。对。就是你看他上舞台，马上跟大家的互动放松，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没有想要赢，他只是在展现自己。就是那种你想赢吗？也想赢，也想开心，想赢啊！嘻哈，我想问问你啊，就是比如说你节目播完之后，是你第一次面对那么锋利的批评吗？对，那么就是非常脏的话，第一次看到。然后我在家里念的时候，爸说：“你别回了，我去回。”我说：“你先把你的昵称改了再回吧。”那你看到那些会让你有不舒服的感受吗？刚开始会有，但是就那么一瞬间，但是我就过了。我觉得这个只是他们片面概念当中的我，他们也不是存在在我生命里的。我觉得他们也对我不重要。对，重要的是那些爱我的人和观众朋友们，还有我的父母，还有你们。对，就感觉每次听嘻哈脱口秀，你都会有一种他活得非常新的那种感觉，你会觉得天哪，人原来可以这么活着。这一点可能也比较像我父母，其实我父母都很好，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足够爱，可能才会有我这个样子。因为我妈妈现在退休去上老年大学，我爸爸每天都会接送她，然后。对，然后我生下来，其实他们2个也会，因为爸爸妈妈喜欢跳舞，他们小时候去那种舞厅跳舞，然后觉得我太小了，不好把我放在家里，然后就把我一起带过去，但那个时候我非常小，他们让我在门口吧台下面睡觉，然后走的时候跳开心了，忘了把我接回去。第2天你已经全学会了是吗？但是耳朵也确实听不太清了，是吧？我说话声音这么大。所以嘻哈的原名叫李学武。一辈儿了。这个舞台上听过各种各样爸妈的故事，但是你的故事真的是又温馨又好笑。谢谢。有一个演员，他永远表现最佳，因为他的名字叫嘻哈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突然想表达，你懂这种感觉吧？开始。说。那个也查查那个猴流感吧，我的天！再次谢谢嘻哈，谢谢，谢谢。那现在对于这场表现是满意吗？满意。为什么如此满意？因为我觉得把这个场子开得非常的好，然后我觉得我对这篇稿子也非常喜欢，我很想讲这篇内容，是时候讲这篇内容，然后我觉得观众也挺开心的听的。其实我觉得我想跟大家说一下，我爸爸妈妈真的这么多年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个东西，就是结婚真的不是谈恋爱的终止，而是谈恋爱的开始。给了。加油加油哈！我再加油。
其实，在上节目之前，我就跟我爸妈说了，我知道一定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，我其实不怕看到或者听到，但是我怕的是我父母听到，他们会比较担心，所以我跟他们讲的是，如果你们看到了，你们就当作没看到，因为只要你们没看到，其实相当于他就没有伤害到你，不要往心里去就可以了。谢谢。